Hello，大家好，我是猫咪卡，欢迎来到 Chat Chat with Monica。这是一档为中文学习者和中文爱好者提供的中文播客，在这里你会听到、学到各种与中文以及中国的相关信息。如果你对此感兴趣，那就千万不要错过。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说这个开场白已经越来越顺畅了呢？我自己其实也有发现啊，对比我第一期的时候，我还需要读稿子的时候呢，已经提升很大了。说明呢练习还是有用的。感谢大家一直对我的关心，尤其是我的地暖的问题，尤其是我地暖的问题。包括我的学生，我现在的跟着我一起学习中文的学生也有在问我啊，说好像听说我有这个问题啊，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也没有，我再来解释一下吧。因为我感觉呢，我上一期视频呢，因为说的比较少，很多人就会认为地暖的话，在中国是不是很贵呢？让我们来揭晓一下。首先呢，大家知道我是生活在苏州，对吧？如果你对中国的地图有一点点印象的话，我们中国人自己会称为，就是这个整个的地图的板块会像一只鸡。中国很大，对吧？从南到北它其实呢气候它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北方冬天的时候会很冷，尤其是东北地区，其实它从纬度上来讲的话，和欧洲差不多的纬度。中国的北方呢，它冬天比较冷，他们的建筑在建造初期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种取暖的这种设备已经都安装好了，所以他们的楼里面本来就有这种集中供暖的设备的。它的这个总的开关一开，那每户人家他只要有这种供暖设备的，他就可以采暖了。但是我们南方地区没有，我生活的都不算特别南方。苏州，如果你看中国地图的话，你可以看到苏州，因为就是和上海差不多，就是在中国这个地图的中间。这中间呢有一条很长很长的河，它叫长江。所以上次我提了一下，我就说长江流域，对吧？长江流域呢都有这个问题。首先它夏天特别热，因为这个副热带高压，对吧，盘踞在这个长江流域，它就特别热啊。包括地理位置的原因，又因为水汽很多，所以呢，就导致了我们的体感温度会比实际的温度又高了几度。那冬天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这个水特别多，它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地区，它冬天又比实际温度要低一些，它是湿冷的。那冬天的时候呢，北方的冷空气就是飘到我们这儿来了，对吧？因为我们这个长江流域嘛，很多的湖泊和河流，然后就遇到了我们这里的水汽，它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魔法攻击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这里又没有集中供暖，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地区的实际温度会比天气预报上面温度呢又要低了一些，所以就很冷。这个是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的就是现状就是这样子。我们这个地方呢，一般的建筑里面它不会帮你内置这种，因为没有集中供暖，所以呢，开发商在开发这些楼盘的时候呢，也不会去内置这些取暖设备。一般人家如果说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那想要让自己的冬天过得舒服一点，那怎么办呢？就会自己安装。有些人家是装的那种暖气片，那我们家呢是装的这种地暖，因为这个房子呢是我自己的。如果你是租房，你的房东没有给你装，那你也没有办法，你可能就是开空调度过吧。但是开空调有很大问题，就是整个空气就很干，就是
人吹着不是特别舒服，地暖呢就会稍微舒服一点，尤其是鼻子不会那么干，皮肤也不会那么干。我这个房子呢是我自己的房子，我当时就是从一个毛坯的状态，就是开发商交付给我的时候呢，它就是完完全全的毛坯，里面是连水和电都没有的。我是从头自己装修，然后因为是自己的房子嘛，我就从一开始就想好了，我要装地暖，就铺的这种地暖啊，它应该是水的吧，应该是利用水在这个铺在地板上面的这个管道里面循环。然后有一个锅炉，这个锅炉呢，它就是和天然气连接起来。我的灶台就是烧饭使用的那个灶台，都是使用这个锅炉的。它就是一个两用的啊，就是厨房里面也可以用，然后家里面取暖也可以用，是这么个情况。一般情况下，我觉得一个正常的数字的话，就是一年开3个月啊，12月、1月、2月。为什么就只开3个月呢？为什么就开3个月就可以了呢？11月份的时候呢，天气会有一点点不稳定，它可能这几天一个冷空气刚刚从北方过来，它这几天就会特别冷，但是下一个星期的时候又热起来了，它可能就10几度了。所以呢，我想着的话就是11月份不开，那12月份的话已经基本上就稳定了，每天就是这么几度的温度，那我就持续的开。就是因为地暖这个东西呢，你开下来了之后，你最好就不要停，因为它不停的开启的话，燃烧瓦斯会比较多，耗气量就会比较大，然后最后就是你花费的这个费用它就高了一些。帮我装地暖的师傅呢，也告诉我，一般我这样的一个房子60几个平方，取暖面积可能就是40几个，到最后每个月的花费是在1000人民币左右。那比如说3个月的话，应该就3000，它就差不多了。那为什么去年会高达5000呢？它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地暖，我设置的呢有一些问题，那可能我也不知道设置了多少温度是比较适合我在这个房子里面生活的。那可能每天不停的调高调低，它本身呢就会比一般情况下你不动它要贵一些。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不停的开启然后关掉，开启关掉，但是这个不是我自己人为造成的，因为去年我们这个房子交付了之后呢，我装修了6个月，我就先住进来了。10月份我住进来了，那12月份的时候，我把这个地暖开启了之后，我刚刚开了1个星期，我的邻居家开始装修了。如果是毛坯装修的话，前期呢会要预制水电，对吧？要把这些电线啊、水管啊都要埋在这个墙体里面，就是要隐藏起来。所以要在这个水泥墙上面开槽，就用电钻，每天就是电钻很吵很吵的那种电钻声音呢，在墙上要开槽或者砸墙，因为就是想要改变一下室内的格局，就要把这堵墙给它拆掉。有些墙它不是承重墙，它是可以被拆掉的。装修的第1个月和第2个月是最吵的。你想想看，我10月份住进来，12月份他们家就开始装修，12月、1月，我的妈呀，那2个月吵得我脑壳儿。我是那个时候是我写硕士论文，就是写我的 dissertation 的最后阶段，然后吵得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我白天呢，我都是去我家附近的一个图书馆去写，但是呢，图书馆的位子是要占的，就是我去的晚了，我也没有位置啊，就很烦。然后呢，图书馆还是蛮暖和的啊。然后就是我一开始前期的时候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白天我出门的时候，家里面地暖我是不会关的。那连续了好几天，我就发现我早上出门，我回家的时候，家里面冰冰凉的，就发现我的地暖已经被关掉了。我一开始以为是我的地暖出了问题了，
后来排查了一下，发现是我们家电表经常跳闸，就是这个电突然断掉了，就是家里面总的电总开关突然断掉了。断掉了呢，我就以为是我们家的电出了问题，又请了电工师傅，请了物业上门帮我排查，到最后发现不是。到最后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隔壁砸墙，然后电工师傅说的那些有一点点深奥，我也不是特别理解，就是说这个电表的总开关那个里面呢，有一些装修遗留下的灰尘，然后这种灰尘呢就产生了一些什么静电之类的，然后就导致了砸墙的时候，整个楼板，整个30几层楼的楼都在震动。那它震动的时候呢，把这种灰尘就震啊震啊震，就碰到了那个接触电的那个开关里面，然后就会导致断电。我的开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个灰尘呢，它又没有办法全部的去除，因为都在里面了。反正那2个月吧，就是不停的开啊关，开啊关，就导致我最冷的时候，其实就是1月上旬最冷的时候，我就关了很长一段时间，关了差不多2周吧，我就没有开，因为你每天我开下来，它就给我断掉，开下来就给我断掉，这个呢，就是又导致了我去年就是耗气量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去年的5000块钱有一点点多，是因为它是第一次使用。又因为这种特殊的原因，隔壁在装修，就导致我不停的断电啊，就是整个的这个费用它就上升了一点。今年呢是第2年使用它，我觉得啊，应该就是会在3000块钱人民币吧，1000块钱1个月还是要的，这个能不能再低一点呢？现在我也不太清楚，我们今年拭目以待吧。所以呢，我就解释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取暖的一个情况。其实呢，就是为什么还要1000块钱呢？它就跟这个我们的房子的保温程度又是有关系的。你想，如果它是集中供暖，你楼上也有暖气，你楼下也有暖气，你整栋楼都是暖和的，它就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温度，大家都很暖和。但是我们这里呢，并不是每户人家它都装了地暖和暖气的。那你比如说我外面很冷，我楼上也很冷，我楼下也很冷，那我开的呢，它效果就不如北方那么好。现在我听说我隔壁的邻居，就是那户在我后面装修的那户邻居，他们家也装了地暖的，可能他们家开我们家开，两家这种叠加的效应会好一些吧，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后面就拭目以待吧，看一看今年的这样一个消费的情况。所以呢，就是地暖的话还算是比较贵的，当然也可以用这个空调啊。空调的话，冬天制暖的话，要比夏天要贵一些的，就是耗电量会更大一些。但是我因为有过敏性的鼻炎，我不开空调。这个干燥的话，让我就是极度不舒适，干燥又会引发我的过敏症状，我不太使用这种方式，OK。这个就是地暖的问题，感谢大家对我地暖的关心啊。然后呢，有几位朋友呢，就是特别慷慨，特别大方的给我买了一些咖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我会制作更好的视频呈现给大家的，OK。然后呢，地暖因为涉及到这个费用的问题，大家也比较好奇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对吧？所以呢，这一期我也正好想要讲一讲，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如何在中国生存吧。首先，自由职业现在说的好听叫自由职业，那说的不好听，尤其是我父母他们这一代的思想里面的话，会觉得哇，你没有一个稳定工作。就是稳定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在中国，这也是因为他们的时代造成的嘛。就是以前的话，大家都是在单位里面上班，就是吃公家饭的。那你如果吃不上公家饭，你就只能打零工，
打零工是极其不稳定，而且收入不稳定，也收入不好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天然的就会对没有一份稳定工作的话有一个恐惧感。现在其实已经好多了因为对比我刚刚开始自由职业的话，都已经好很多很多。大家知道我当初其实也是把工作辞掉了，然后去日本去留学，对吧？我去日本留学，那我是自己负担我自己的。那我是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稳定工作呢，就代表说你在一家公司工作，然后他帮你缴纳社保，他帮你缴纳医保，我们中国人称为五险一金。那你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保险的保障，然后呢，每个月固定的给你发工资，这就是一个稳定工作。但是如果你自由职业了呢，首先你没有社保，你没有医保了，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现在中国是有政策，现在中国的政策是你可以自行缴纳社保的，个人缴纳就灵活就业。中国的五险一金呢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还有什么来着？生育保险。金是指的公积金，公积金呢是可以用来，比如说付房租或者还房贷你是可以提取出来使用的。那如果你作为一个 freelancer 以灵活就业的方式参保的话，它就只有两个险种，那一个是养老保险，一个是医疗保险。你比如说你这个月挣了5000块钱，对吧？你5000块钱还要花1500去买自己的保险的，那其实你到最后的收入就只有3500。现在我们中国是鼓励就所有人都去参与这个保险的，我是觉得蛮好的。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全民医保，对吧？有些人以前没有医保的呀，哇，这个没有医保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比没有养老保险更严重。你如果生病了，你手上有再多的存款，你是不舍得花钱去治病的，因为这个一旦生病，它就是一个无底洞。但是你如果有保险的话，它至少能够 cover 掉一部分我是觉得这是我的态度有些人不认同，那 anyway 不重要。好的。那我这个就是讲到我个人，那我现在作为一个 freelancer，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今年上半年呢，其实有去公司里面又去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是我朋友开的公司，就相当于说我就是加入他的公司里面跟他一起做事情，还是做我之前的工作，做 BD 工作的。但是呢，我做了2个月之后，我就发现不行，我感觉我没有缓过来我就感觉我的心态呢已经不适合做 BD 了，因为我讨厌的东西它永远都存在，我没有办法改变，那我又不想要逼着自己再去进入那种恶性循环，我是指的我就是精神压力上面的这种恶性循环里面。所以呢，我后面跟我朋友商量一下，说还是算了吧，我就从他公司里面出来了，又辞职了。那辞职了之后呢，我现在就是作为一个算是副业吧，就是偶尔他有一些工作需要我帮忙的话，我就会去协助一下，这是一部分少部分的收入。又同时呢，我今年离职之后呢，我领取了我的失业保险，我是可以领失业保险的。那我们苏州地区的失业保险，我好像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下，我们苏州地区的失业保险在全中国来说都算是比较高的就是这个水平吧，差不多有一个350刀每个月。它是这个样子，如果你的社保，你之前参与了这个职工社保，就是你职工社保里面的五险一金，不是五险里面有一个失业保险吗？你交了1年12个月，你离职之后失业之后就可以领取2个月，但是这个领取呢也是有一些标准的，
有很多人跟公司呢，其实闹得如果不是特别愉快的话，他也领不到。好像现在是说有一些地区呢，你是自己离职的话，你就不能领这个失业保险。我不太清楚啊，但是我们这个地区，我这种情况我是可以领的，嗯，然后我就有失业保险，有个300多刀。那我朋友那边呢，有一些私活就是偶尔也会带着做一做，这也是我的部分收入。那另外一个收入呢，我现在呢，这个也是刚刚才获得的一个职位，我现在在一所大学里面教一些基础课程，也是当一个兼职的讲师吧，也不能算是兼职啊，就是收入比较低的讲师，在教就是本科生一些基础的课程。我的专业是商科相关的，所以呢，就是讲一些 business 相关的，所以就是讲一些商科相关的基础课程，这是我的第三个收入来源。然后对吧？所以我最近有朋友也问我说，啊，那你做什么工作？我感觉我有好多身份了。那我现在已经讲了3个了，对吧？我确实是失业状态，我没有正式的成为某家公司的正式员工，帮我缴纳职工社保。所以呢，我现在的状态就算是 freelancer。那我工作的这所大学呢，它不是中国的大学，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帮我缴纳中国的社保目前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收入的来源呢，那不是现在我正在试图运营我的 YouTube 频道吗？那可能未来它会成为我收入的一个来源，对吧？那我一开始就是设置这个 YouTube 频道的时候呢，我看到别人有在做了，然后我也立刻就上网去搜寻了一下，运营 YouTube 频道该如何变现，是吧？我是肯定会看的。那也并不是说我做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但是赚钱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只有赚钱了，我才有动力去制作更好的视频，所以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也不会否认这个事情。赚钱的模式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模式，对吧？但是我也看了很多的人分享的这个 monetize 这个视频内容吧，我看了一下，好像也不是特别高，估计就每个月100-200刀的这样一个状态。你说这100-200刀它很多吗？没有，但是也还可以吧。我就觉得赚一赚，就是我现在赚的所有的美刀我都存着，我不用，因为我想攒一攒，然后一起取出来呢，把它当做一个学费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这其实还算是我的一个副业吧，我就想要去争取更多的一些收入来源、收入渠道。那第四个呢？现在讲了几个了？我的妈呀！现在我讲了几个了？那我已经不记得我讲了几个了。OK，接下来，另外一个呢，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我也是一个自媒体博主，我是一个中国的小红书的 vlogger，但是我拍摄的视频内容和 YouTube 完全不相关，和我其他的工作也完全不相关，那是我另外一个爱好。我经常会说我是一个宅女，我很喜欢居家生活。我以前呢也特别喜欢收集东西，那才是因为那也是就是比如说收集东西才会让我赚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就是作为一个淘宝店主，对吧？我是做家居，我是做的一个家居的 vlogger，家居的 lifestyle vlogger 吧，它也不是完完全全的家居。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做家居博主，就是我拍摄的 vlog 里面的一些片段。YouTube 上面有很多的女孩子做这种风格，其实我早期的时候我看了很多，对，我看了很多韩国女生拍的，我会很喜欢这种 lifestyle 分享，看着很治愈啊。因为有些人啊，比如说你不是喜欢这种风格的人，你看了再多你也不会喜欢。但是我是喜欢的，我看了会真的很治愈。有些女孩子分享的一些小东西，分享了一些生活的小 tips，我会觉得很有用。
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那家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大家也可以看我的第一期的视频啊，我就是给大家介绍就是我的 apartment tour。你可以看到我家目前的话，它算是一个极简风格吧，我没有摆设很多的东西。嗯、我20几岁的时候是一个繁复主义，我现在是一个极简主义。我以前繁复主义的我就喜欢各种各样的小东西，我要摆一堆。但是我自己的房子去年装修好了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多的朋友和我爸妈来我家都说你家好空旷啊，就是太空了。他们还是喜欢就是家里面多摆一点东西。但是呢，我想着我不太需要，我不想要，我就喜欢这样空空旷旷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简简单单的会比较好。这是我现在喜欢的一个风格。那我拍摄的这种 vlog 呢，基本上就是在家里面看看书，在家里面煮煮咖啡，在家里面的一个 daily routine。对，我就是分享这些东西，在中国的 Red Note 小红书上面分享。同时我不露脸这是一个不露脸的一个 vlog，所以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赚到钱了吗？暂时也没有，赚的呢不多。但是我有很多的 collaboration，我有很多的广告植入，但是我有很多的广告植入。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合作方会觉得我花了心思了会加上我的私人微信，V 了我50，V 了我100这样的情况发生，这算是一个 bonus 啊。大多数的情况下，我目前是没有收到钱的，因为它都不是通过官方的这种合作模式来进行的。没有进行官方的合作模式，是因为我的粉丝还没有达到那个量。等我粉丝达到那个量的话，我可以通过官方的平台来获得合作的机会。但是呢，我现在呢有收到很多的产品，有一些产品我觉得还非常好。我会觉得，对，有一些产品我收到了之后，我还蛮开心的。包括我去拍视频植入这些产品的时候，我也比较开心。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用的还蛮多的，就是1年前我收到的一个合作的商品，我现在还在使用，我会觉得很好玩的一个东西。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把它作为一个补光灯带使用的。大家有看到我的这个 Chat Chat with Monica， 我是使用了一个霓虹灯，在这个后面它是紫色的光源，对吧？我也会比较喜欢，就是我看到很多的 gamer 或者就是podcast 都会营造这样的一个灯光的效果，我也比较喜欢，我看着也会很舒适。所以呢，我也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用。这个灯5块钱在中国的淘宝上面买的，就5块钱。然后我同时呢还会使用一个补光灯，就是这个补光灯放在就是相机的面前，我人的面前，就是相机和我人这个中间的话，它会在我的瞳孔里面。留下一个光影，它会显得我的眼睛亮亮的，所以呢，我会使用这个补光灯，我觉得还蛮好的。好的，我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收到的一个合作品，这不是广告哦，这不是 collaboration 哦，希望系统不要把我打上这个 collaboration，那我就免费的为这个产品又做了一次广告，但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蛮好玩的，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看，这个，我把它关掉，但是它其实呢是一个紫色的光然后这个东西呢，它的官方的名字叫做白噪音音箱，就很神奇的一个玩意儿。就是它这个上面有不同的，你看这些按钮，这些调节的这些按钮，它这个东西呢，它就是每一个按钮呢，它就代表了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它白噪音其实很神奇，我给大家听一下。Natural sound， 它叫 natural sound。然后这个就是下雨的声音，这个是什么来着？这个是鸟叫。所以呢，这些声音都是白噪音，可能听着人会舒服一点。同时呢 Bluetooth mode， 我现在就调成了这个蓝牙模式 Bluetooth mode。
它就可以连接起来我们的手机，把它变成一个音箱，听歌呀或者听播客呀，把它作为一个音箱啊，这个后面可以看到音箱，对吧？它可以作为一个音箱使用。那Natural sound. 第三种用法呢，它就是一个小夜灯。大家可以看，它可以调节不同的颜色，它是作为一个小夜灯来使用的，还可以调成这种黄色的光，然后呢，旋转这个按钮的话，它这个亮度会不一样。这个就是我收到的一个产品。那我基本上呢，就是比如说收到一个产品，把它植入到我的 vlog 里面，就拍摄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它有什么用法，就是商家免费把这个产品给我，但是不给我钱啊，对，我是没有收到钱的，但我差不多，对吧？我现在收到的差不多有个10几个产品吧，收到小东西都还蛮实用的，我暂时会觉得很实用。有耳机，有音箱，有烧水壶，吃的很多。吃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很好的一点，就是我妈特别喜欢。对，说到吃的这个食品的推广呢，就是商家会给我寄一个他们的产品，然后是跟其他产品一样的，就是植入到我的视频里面，我就吃一吃呀。但是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热爱吃零食的人，包括零食，还有调味品，还有果酱之类的，我都带回家给我妈妈了，我妈会蛮喜欢的，对，包括说给我一些朋友，我会塞进他们的包里面，对，我不怎么吃，其实，我是一个生活特别单调的人，所以呢，这就是我目前的几个收入来源，也不是特别稳定。就是做讲师的这个来源和我朋友那边，还有包括我这个失业保险的这3样呢，是让我目前就是可以保持着一个正常生活的一个状态，就是我饿不死啊。再包括呢，我父母家住在我家附近，我每天白天我只喝一杯咖啡和一块面包或者蛋糕，我晚上的话会回家吃饭。如果我不约会的话，那我约会的话呢，我的对象会带我去吃一些，对，会带我去吃一点东西。我现在的生活呢会比较简单一点，但是我同时我就比较心安。我很长一段时间呢也在纠结，因为最近也有新的朋友就是看到了我第一期的视频呢，第一期的那个 One Hour Podcast 也会分享说他们也在处于人生的一个迷茫的阶段嘛，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我作为一个 freelancer，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会很紧张。这是中国人就是长久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么多年嘛，大家都是因为稳定的工作，就是对这种恐惧感，包括中国人为什么对房子为什么这么执着呢？就是因为它房子代表了一种稳定，这种稳定的状态，你房子很长一段时间跟中国人的户籍这种户口它是相绑定的。那你房子在这儿，你的社保在，你的房子在这个城市，你的社保在这个城市，你的户籍在这个城市，那所有的东西呢，它就是连接在一起的，就让你产生了一种稳定感。所以呢，就是相对于不稳定对吧，就会有很多问题。那我相对于很多人在苏州地区打拼的人，我已经很好了。因为我的爸妈也在这种城市，因为我们家就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不用担心在这座城市里面我可能今天会被房东赶出去我明天没有饭吃了呀这种情况，那我是好很多的。我现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的心情平复一点，去尽量去探索我在这个年纪我还想要探索的地方。想要探索的目标，对吧？这是我目前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因为人生不过3万多天，哇，我反正是绝对不想要回到之前那种每天都处于一种高压的状态下。我们中国人称为卷就是真的很卷，
卷到就是我一直以为我是不卷的那个人，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也很卷，而且我在某种程度上我卷到让我的同行不开心。对，我卷到可能让我的同事同行都会觉得不开心吧，就会觉得我卷的没有意义。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自己是没有意识的，我卷并不是为了让我的工作更好，而是我自己有很多的想法，我有很多的 idea，我正好得到了这个机会，我想要去探索更多。但是呢，我无意识的这种卷，对吧？在别人看来，你就是卷呀，到最后就是卷。我感觉我今天的情绪不高涨呀，我感觉就是说到现在，我感觉今天的情绪不高涨。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中国人对于 freelancer 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负面的看法啊。我这一点呢，我自己呢这2年呢也在变化。2年之前，我有跟一个好朋友吧，2年之前我有跟一个女生的朋友在聊天，就我们约着一起出来聊天儿，约着出来一起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就会聊天，聊她的近况。然后呢，这位女孩子呢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她在德国留学了，然后回国来工作。工作呢就进入了中国的一家非常好的互联网公司。那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呢，如果你是在头部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呢，我们一般会称为说你在大厂工作。那可能就是头部以下的一些呢，稍微差一点的呢，我们会说你在中厂，就是大厂、中厂，大家可以听到啊，都是厂啊，就是大家活得还是比较辛苦的，就会觉得都在流水线上面工作，这是一种戏谑的称法，但是本质上还是调侃自己，其实活得很辛苦。那这位朋友他是在一个头部大厂里面做工作，工作很好的，在上海。但是呢，就是那一次吃饭，就是然后跟我聊到说他已经在准备辞职了。我一开始上来听到别人辞职，我都会说，我说啊，大环境不是很好，不要辞职，就是能忍就忍着吧。再忍呢也要忍到，就是如果你有了下面一个阶段的想法，对吧？哪怕只是一个想法，它都比没有想法好。那你呢，有想法的话，你就知道我下一步要该做什么，总比就是我们称为，如果一个人没有想法的话，在这种没有想法的状态下，东碰碰西碰碰的这状态，我们就称为无头苍蝇，就是你一个苍蝇没有了头，你就到处乱撞，这样一个状态。我会觉得说，比一个无头苍蝇要好很多。然后他听到我这样讲了，他就说他其实有想法的，他想要去做直播带货。对，他是自己创业做直播带货卖衣服。我当时听到直播带货，我就心里想我是不太认同的。我说这个东西呢，和我当初做电商的情况也差不多。这个东西呢，它靠着天时地利人和，你要碰上一个风口，你要碰上一个好运气，你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大多数人做的都不行。尤其是他还有着这么一份很好的工作的情况下，你要去创业啊，我真的是不推荐大家创业。创业其实很辛苦啊，很辛苦。那我当初其实我开淘宝呢，我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辛苦的时候我都没有讲的，其实很辛苦的。我经常是熬夜选款选品，我是可能就是20几个小时，我都在盯着手机、盯着网、盯着这个电脑。我都在选品，都在制作，为了上新，为了上架新的产品去选品，如何去发到社交媒体上面去推广，对吧？其实都很累的，我都没有分享这些事情。那这位朋友他就后面就又说了一句，他说他的状态就是现在只要进到那家公司，只要在前台刷了个卡，因为你要刷卡才能进入那个家公司，他就想要上电梯上到28楼，然后从28楼跳下来，就已经心理压力已经这样了，已经痛苦成这个模样了。
然后我就不说话了。我就觉得，如果你但凡还能再忍，你肯定都会忍的。如果心理压力已经大到如此，都已经有这种轻生的欲望了，对吧？就已经这么痛苦了，我是绝对不会再劝的。那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有毒的环境里面继续待下去呢？那你出来的话，肯定，对吧？天涯何处无芳草呀，随便做个什么工作，我都比在那儿，就是总比在这种环境下，就是心理压力大到想死要好吧。当然，这位朋友他后面做得很好，我有看到他分享说，现在已经养起了一个小团队了。对，他就是在中国的 TikTok 上面就是直播卖衣服啊，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她现在也做得很不错。你可以看到，我们就是任何一个人提到一个 freelancer，就是辞职没有问题，就是 freelancer 他和你辞职不对等啊，就是你辞职，你不在公司里面工作了，你就并不是说你辞职工作了就一定会成为一个 freelancer。那你有可能说你想要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去面试，再去找下一份工作，对吧？你可能中间就 gap 了3个月，休息一段时间再找工作嘛。那我身边也有朋友，他比如说他在离职的时候，他已经找好了下家的工作，那他中间呢会给自己放一个3个月的假，这样呢他心里面就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也可以去处理一些事情，这都是很好的。就是你只要有下面一个计划，它都是很好的。那我去年离职的时候呢，我也思考了很久，到底什么时候？我知道我自己肯定会离职的，但是呢，就一直也不太确定什么节点离职，因为我很早就知道我想要继续读书，我只不过就是纠结，那我到底什么时候接着读呢？我就很怕这个节点选的不好。那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我就是突然觉得啊，那应该是时间了，所以我就离职了。离职了之后呢，我就把我的硕士读完，读完了之后呢，按部就班的申请，对吧？那我现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状态呢？是因为今年我上半年就是面试航空公司，它只是我面试的2家哦。航司呢，它是一个选择。我有一直在面试其他公司的职位的，有一些其他公司的职位我已经收到了 offer 了，但是我并不是很想去。我也不是说我完全找不到工作啊，只是比如说这些工作它的工资不如我的预期，或者跟我之前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从一个有毒的环境里面出来了，我又选择了另外一个有毒的环境进去，这有什么意义呢？对吧？那完全就没有意义了。包括我之前一直在互联网上有看到其他的人在分享，就是30几岁的单身女孩子在职场在求职的过程里面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我在今年第一次感受到了。我以前工作不管我做什么事情呢，它还是比较顺风顺水的，就是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这种感觉。就是说我想做这样的事情，我其实并没有太努力，然后呢就顺着这个时势，他就做了，然后呢，做的时候他又正好成了，他就一切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那今年就是发生了很多挫折吧，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里面出现的一些挫折，它出现了。所以我也一直在反思，到底是因为我不够好，还是因为这个社会的问题，还是因为就是现在大环境不好的问题？我觉得呢都有原因啊，不能说单一的就是这个问题，对吧？也不是说我完全找不到工作，就是也不是说我完全找不到工作。那我也有同时呢和一些就是职位比较高的朋友聊过天儿，就是想要征询一下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给我的一些建议吧。他们有说有一些工作呢，我只是想象它好，它其实也并不舒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自己就是想要给自己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 gap year，我就是想要休息一段时间。
也并不是说我已经完全杜绝了我后面不进职场的这个可能性，我也不知道。那暂时我先做着。那不管是我现在尝试的哪一个方向，它可能未来给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是最好的。那如果没有，我可能也会选择去职场，就是继续做一份工作。也有可能明年的话，等我的心态更加好一点我如果那个时候还保持着当初对学术的这种热爱的话，我还是会去继续选择读博因为我现在只是 defer 了嘛。defer 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今年没有申请到奖学金，对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如果明年我再申请一年，我能够申请到一个更好一点的学校，那有了奖学金，我到时候再做判断。我现在只想专注我眼前的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因为最近就是 YouTube 频道有一点点起色，让我呢也会比较自信一点。那我也想要继续尝试一下，该要如何去做这样的内容，对吧？内容创作我还是很喜欢的。还有一个小小的，然后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副业，这个呢赚钱也赚的不多，每天可以给我赚一杯奶茶钱吧。这个内容呢，我想我有单独的在一期的播客里面去说，那期播客的名字叫我奇奇怪怪的爱好我现在可以大家和分享一下。那期呢，我会讲一下，就是我有在写小说，对，我写网络小说赚的不多，但是每天呢有个5-6块钱，就是我有一直持续在做的这样一个爱好。我其实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一直都有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大家可能也会看出来我的性格，我是一个奇思妙想、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我自己都会觉得我自己有意思。我的朋友们听说，就是他们会知道我最近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具体在做什么。但是他们一听说我离职了，我有新的计划，所有人都给我肯定的评价，就说你一定会做成的，因为你一直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每次听到这种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是夸奖还是什么，但是呢也会给我一个压力，说实话，因为身边的人都会觉得你不管做什么都成的，那我最后如果我做不成，我又会感觉这是一种压力。那如果我做不成，那是不是就是我的失败呢？对吧？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就是保持一些神秘感。我小红书的 vlog，就小红书的账号和我 YouTube 账号，我都没有告诉我身边任何人，包括我的对象，他都不知道。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也很感谢就是也很感谢一些朋友，想要跟我分享一些他们觉得我如何把这个频道做得更好的一些建议吧。这个我不是说我不想要采纳你们的建议。我原先呢就有一些设想，自己对于自媒体的一些想法，我原先就有，因为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其实很早就已经想要开始 YouTube 频道了。那做 Chinese Tutor 这个事情呢，这只是我的一个身份，那不是我全部的身份。从一开始的时候 YouTube 频道我设置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的名字设置成 Chinese with Monica Mandarin with Monica 这样的一个名字，也是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可能性。我未来呢会尝试一些很多的内容，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我也不知道到时候这个样子的话，会不会让大家现在的观众还会喜欢我。但是那些内容是我很想做的，很想分享的。我最近有在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因为这些新的技能呢，也想要去找一些老师，包括说就是中国它其实有这样的政策，你作为一个失业人员呢，它是有这种职业培训的每个人在失业的期间，还是说整个你的人生里面，
你可以进行3次这样的职业培训，是免费的。就是政府给你提供的这种课程，它是免费的。我有想要去学习一些东西，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呢，作为一个现代的，包括说我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个城市里面的小孩吧，我会觉得说很有用。对，我想要去学习，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生存能力的。就是你会干啥呢？对吧？又包括现在中国呢，因为中国是一个生活很便利的国家，你有家里面有任何的问题，什么东西坏了，你打个电话，对吧？找物业，或者说上网去有专门的平台去找一些工人师傅，他就会能帮你处理掉。所以呢，就是因为这种便捷性，很多人他就觉得我不需要学习这些技能了，对吧？没有的。那我呢，一开始就是我是因为在欧洲、在日本自己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会觉得有一些技能还是自己学了蛮好的，所以正好这些职业培训里面呢有这样的课程，我就会很想去学。那我现在正好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有这样的机会学，为什么不学呢？对，这样就是一个整体的计划。其实我自己其实一直也有一点点对于作为一个 freelancer 的羞耻感，这个和我之前受到的一些不好的关系的影响也很重要。就是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当初我其实收入还可以，比如说我自己做着淘宝的时候，我收入还不错的时候呢，那段时间因为自己特别喜欢的人，然后他也因为就是长期的作为一个中国的典型的一个成长起来的小孩，他对于就是这种自由职业的不稳定性提出了一些质疑，然后这种质疑呢，变相的成为了一种 PUA，所以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我总觉得好像作为 freelancer，他就是不太好。包括就是其实去年我离职了之后，我有提到，我有刚刚在开头的时候也提到，我今年是在我的朋友的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对吗？这位朋友他其实是我的前同事，他是比我早离职了一段时间，对，比我提前离开了公司。那然后他自己创业做的这份工作呢，其实做的也蛮好的。他邀请我，我离职了之后问了一下我的近况，邀请我加入他的公司。我对很感谢他呀。包括去年我其实拒绝了一次，我说我不太想要工作，那段时间我还在忙于我的硕士毕业。那就是那段时间他可能就会，他不知道我的感情状况，然后他可能在未来里面会分享更多就是关于中国的 dating 文化这一类的。但是去年呢，他就是不知道我的感情状况。我其实那个时候是有在 date 是有在和一些人在 date，但是呢他不知道，他就是问了我一下有没有在谈恋爱，然后想要给我介绍他的朋友。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相亲的人啊，这个不多见啊，这个在中国不多见，但是我特别愿意去以这种方式去认识一些男孩子，但是我从来不会和我相亲的对象谈恋爱，我只是借着这个由头去见一见目前还在相亲的男生，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为什么相亲，他们为什么找不到对象。也不能这样讲嘛，其实对吧？那我也是单身，我也在跟别人相亲，那凭什么就比说别人找不到对象，那我也找不到对象呢，对吧？我就很喜欢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就是因为我去年离职了之后，我没有工作，我会问我的这位朋友，我说你得跟对方讲清楚哦，我是没有工作的。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然后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呢，他就会劝我，他会觉得说这就是你们苏州地区典型的一个心态。他是四川人，他不一样的，就是中国的四川省，四川的人四川的朋友们，就是可能大家会松弛一些，不会有那么的卷。我们我们苏州呢是位于中国的江苏省，江苏省呢它是一个教育大省，
那从教育阶段，每个人就是一步一步的卷上来的。那经过这种长久的时间的一个规训，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很难就是改变这种心态，对吧？大家都在努力的改，但是这个改呢，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他就会说，他就上来就是他不明白，说你找对象和你没有工作，为什么要划上关系呢？但是我理解他作为一个四川人，就是觉得你看四川和江苏都有这种 culture shock，对吧？那我能理解他作为一个四川人不能感受我们的这种羞耻感对于一个 freelancer。但是他给我介绍的对象，我就问了一下他是哪里人呢？哦，他也是我们这个江苏省的，那肯定要说清楚的呀，对吧？所以呢，我会觉得这种没有工作的羞耻感，在很多时候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我去年还看了一篇报道，看完了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心情都不能平复。它是讲的这个报道是报道了一个女孩子如何去世的一个事情。她是被自己活活饿死掉的。她在一个出租屋里面，没有寻求任何的帮助，把自己活活饿死了。他毕业于一所很好的大学，但是因为他的家里面的家世不太好，条件不太好，他找了很长一段时间工作之后呢，他找不到工作，然后他在西安租了一个房子，这个房东呢是一位女孩子。这个报道为什么会被报道出来？其实到最后，主要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是这位房东，这位女士，她生活在海外，她把这个房子，国内的房子呢，租给了这位死掉的这位女生。然后就是去世的这位女孩子呢，在来到西安工作之前，她的父母在农村里面还借了很大一笔钱给她在西安租房子，让她继续有这样的一个支撑能力吧，继续在西安去找工作。但是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最后就是在这个出租屋里面独自的把自己饿死了。关键是因为房东会远程的跟他联系，他可能有一个月的那个水电费还是电费忘记缴纳了，然后房东也有发信息问他说你电费没有交，怎么回事？哪怕这种时候了，房东询问一下，他也没有去想办法，哪怕是和房东寻求一下帮助，就是说一下我现在的状态不太好，可能这个月的房租都要延缓一下交，或者这个月的电费我没有钱交，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就是孤独的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面，把自己饿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从某种程度上也能够理解到吧，就是当我自己离职之后，我不愿意告诉别人我的现状的时候，我就特别能理解这个故事，特别能理解这个女孩子当时所处的一个心境，就是不愿意说，有这种羞耻感啊。我就哪怕我现在说哦，这是我的 gap year，但是我的 gap year，我 gap 了吗？我休息了吗？并没有，我还在尝试新的东西。我也在自己每天都在问我自己，那为什么又称这个为自己的 gap year 呢？对吧？你只是没有去做在职场里面接着做以前的那种工作方式，但是本质上你还是在做工作啊，你根本就没有闲下来休息。我自己也有在反思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对吧？这期的内容感觉说下来之后感觉会比较平缓，感觉不像之前那么欢快。所以呢，这期的内容呢，我会感觉，我的情绪没有那么的高涨，因为我自己也还在这个思考的过程里面，我不能够完全说服自己
去接受目前的这样一个状态，包括到现在都没有，还是有一些紧张的，很害怕自己不成功，很害怕自己失败。其实今天是周六，我有在昨天发布的一条 post 里面提到，一般情况下我是周五的时候拍摄，周六的时候剪辑。但是我昨天拍摄的内容呢，我准备把它放到下一期的内容里面。今天周六是因为我早上起来去回复一些朋友的留言，然后呢就是有感而发我会想要去聊一下我现在的近况，包括我昨天晚上其实睡得比较迟，去看了一位朋友，看了一位学中文的朋友的直播，他在直播看我的视频，然后我去围观了一下，对吧？我问他为什么要学中文，他也问我为什么要选择做自媒体，然后我就是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也问了问我自己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一期的视频出来，它其实算是一个加更哦，对吧？但是我还是会觉得事情都会在往好的方面在发展的，不管是老天对我，还是我自己的努力对自己的一个回报吧。毕竟我做了2个月，我目前的这个频道的一些现状，它还是可以说拿得出手的，对吧？不算特别的寒碜。很多人做了好几年，也就100来个粉丝，那我才做了我的第一条正式的长视频是9月24号发的，才是我做视频的第2个月，对吧？我已经收获了如此好的成绩。原先呢，网络上经常会有人说3个月通过 YPP 之类的。说实话，我在做前期的时候，我也在思考3个月真的可以吗？还是说那些都是噱头？因为很多人做什么教别人去运营油管的这些人呢，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授课，是想要让大家去买他们的课程，然后去学习如何运营这个 YouTube 频道的。那我觉得，我的天赋如此，我没有靠别人，我也没有学习这些，我也没有花钱去学习这些。那我自己2个月的期间，我做了这么好的成绩，我还是可喜可贺的。我这个频道开始是9月8日，9月8日呢，我是上传了第一条的 Shorts， 但是我9月24日呢，才是正式的发布了那条这期Apartment Tour。 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也很满意自己的成绩，对吧？感谢大家的喜欢我也要给自己一些鼓励。我很棒，我很牛，我很棒，我很牛。这个要把它逼掉。这个呢，我要把它逼掉不能说脏话哟。我是一个不能说脏话。我还是一个 Chinese tutor， 我要教大家学习一些优美的语言，不能讲脏话。OK，所以呢，又是1个小时喽。这1个小时呢，过得呢还算是比较平缓的，因为我今天讲话的话不会那么情绪的高涨，我有在慢慢的讲话，慢慢的叙述一些事情。希望大家不会觉得我这期的内容我是在水，没有带入大家去进入我之前的那样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所以感谢大家今天这1个小时的陪伴。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下期的视频会给大家讲一讲我那些奇奇怪怪的爱好。我会有一点不好意思会有一点点羞耻感，因为有一些的爱好可能很少有人会这样吧。但是对，我那些奇奇怪怪爱好。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喽，拜拜。